婚禮前1週，未婚夫陸景明卻說要先和初戀舉行婚禮，才能再娶我，因為他初戀的母親去世了，留下遺言，希望他們結婚。孟婷母親生前一直希望她結婚，嫁個好男人。我只是滿足老人家的遺願，你別多想。可公司已經決定在我們的世紀婚禮那天推出真愛系列的珠寶項目。他不耐煩道：“不過是10幾個億，能比得上孟婷的一片孝心嗎？你要真想賺那10幾億，自己找人結婚去啊！”面對他的冷言冷語，我心下了然，轉身撥通了家裡的電話：“哥，幫我介紹個新的結婚對象。”大家好。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哥不可置信道：“你要悔婚？不是他和別人結婚了。”我苦澀一笑，為了和陸景明在一起，我在家族中過5關斬6將，才獲爸媽首肯，還將真愛系列的珠寶定在婚禮當日發布。可如今一切成空。我哥愣了好久，才說：“那就只有沈清洲了。他家裡催得急，最近也在物色結婚對象。”我眉頭一皺，沈清洲是我的死對頭，訂婚當日他還詛咒我婚姻夢碎，不想竟一語成讖。時間緊迫，我只能說：“那就他了，你幫我問問他的意向，不行我再想辦法。”我哥嘴快：“不用問了。”他肯定同意。什麼？我還想問什麼？一群人圍住了我。你就是景明的未婚妻吧？好漂亮啊！你是來等景明下班的吧？他馬上就下來。你們真恩愛。我握着方向盤，垂眸遮掩住眼裡的自嘲。陸景明早年就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事朋友，在眾人眼裡，我們是讓人艷羨的模範情侶。可誰也想不到，他馬上就要娶別人了。和眾人告別後，陸景明上車，遞給我一條項鏈。孟婷讓我給你的，昨天葬禮上你讓他難堪，抽空給他道個歉。這項鏈明顯是買正品附贈的。前2天我在陸景明的購物車裡看到過。我淡淡道：“我不要。”陸景明皺眉：“你又在鬧什麼？是你衝到葬禮上說我不是他未婚夫，害他難堪，他都沒有計較，還想着給你帶禮物，你就這麼不領情？曾經那個護我的他已不復存在，如今他珍視的是別人。”陸景明煩躁地開窗吹風，許久後見我不順着他哄他，才道：“算了，今天要陪你去試婚紗，我不跟你計較。”這是他今年首次服軟。到了婚紗店，店員迎上來：“陸先生、秦小姐，你們專門定制的20套婚紗和西裝已備好。”陸景明視線卻不在這些衣服上，而是低着頭在看手機，面上帶着幾分急促。察覺我的視線後，他連忙收了手機，臉上帶了一絲歉意：“念威，孟婷那邊出了點事，我得馬上趕過去。婚紗你自己試着，西裝你就幫我選一套吧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”說完，他急匆匆招了出租車離開，只留我孤身一人。店員連忙走上來，試探道：“秦總，西裝您要親自選嗎？”我收回目光，點點頭：“西裝當然要選，只是不是選給陸景明的，畢竟新郎換人了。”我坐上車回家。本以為陸景明會一整晚不歸，卻在晚飯前看到了他。他大步走到我身邊，手裡提着一個餐盒，特意跑全城給你買的海瑞家的夜宵。我看着那一籠蝦餃，比平時數量少了3個，其中1個上面還有一道齒痕，明顯被人咬過的。半個小時前，我看到林孟婷曬朋友圈，配圖就是我手中的飯菜。老公大晚上還不忘給我買宵夜，辛苦老公了，麼麼噠。我自嘲地放下筷子，瞬間沒了胃口，不想吃，扔了吧。陸景明瞬間不悅地看向我，卻忍着沒發作，坐到我身邊訴苦：“
你都不知道今天孟婷有多可憐。我爸媽上門罵她家沒錢，連像樣的嫁妝都沒有，她都急哭了。孟婷剛回國，沒什麼錢，我想把你帶的嫁妝先挪給她。她不容置喙的語氣讓我覺得一陣惡心。我譏諷地看向她，所以我還得給你老婆出嫁妝。以前我在乎陸景明，只要他開口，我什麼都願意給他，什麼都願意為他做。可現在他親自把我打醒了。細想，自從林夢婷回國後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林夢婷。他已經忘了我才是未來和他相伴一生的人。我的回答惹惱了陸景明。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你不願意？你最好認清楚，夢婷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最好讓她滿意，不然我可不會娶你。說完，他摔門離開。心裡煩悶的我下樓到公園跑步，剛跑了一圈，就接到沈清洲的電話。想到那個成天板着死人臉的沈清洲，我猶豫2秒，按下接聽。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人，趕跑就幫你綁回來。沈清洲第一句就是暴擊。我沉默着沒開口。他又道：身份證先寄給我，把證領了，我怕你反悔。沈清洲，你不對勁。我已經在心裡想了上萬種他要利用婚姻方便折磨我的場景，最後也只能憋出一句：婚禮上見，沈大少爺。我話音剛落，陸景明不知何時出現在身後。咱們的婚禮你要邀請沈清洲？我不許。他如臨大敵般盯着我。秦念薇，我不是說過不許你和沈清洲來往？他對你心思不單純，你要非請他參加我們的婚禮，別怪我翻臉不認人。我還未說一個字，他已經放下狠話。陸景明一直不喜歡沈清洲，莫名其妙帶有敵意。剛在一起時，還因為我和沈清洲時常微信互對而爆發吃醋。後來我便漸漸和沈清洲斷了聯繫。可他居然說沈清洲對我心思不單純。我剛想追問，林夢婷突然歪倒在陸景明頸間。景明，你掐疼我了。我這才發現他們十指緊扣地在散步。陸景明不自然地咳嗽2聲，卻沒有把手抽回來的意思。林夢婷飽含柔情看了一眼陸景明，故作無奈地向我道歉：念薇姐，對不起，我和景明在提前熟悉婚禮流程，你千萬別介意。你找人打我，還有破壞我母親墳的事，我不會說出去的。但請你不要傷害景明，真心經不起試探的。我不想看綠茶演戲，轉身要走。既然你這麼期待，那我今晚就找人打你一頓，再把你媽的墳掘了。啪！陸景明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秦念薇，你怎麼這麼惡毒？他眉目間隱隱發黑，胸口起伏。我惡毒？別人一句搬弄是非，他就相信。我和他5年情誼，卻換不來他半點信任。我陡然間升起一股火氣，想質問陸景明。林夢婷擋在他身前：念薇姐，求你了，等婚禮一結束，我就把景明還給你。你高抬貴手，別傷害我身邊的人，也別傷害景明了。他說着就要向我下跪。陸景明急忙摟着他的腰，不讓他下跪，對我怒目而視。秦念薇，別玩你那富家小姐仗勢欺人的把戲，你知道的，我最討厭這些。還想和我結婚，就別再鬧了。說完，他警告我在婚禮前這段時間不許再出現在他們面前。沒想到第2天陸景明就主動聯繫了我，他開口就是劈頭蓋臉的責罵：秦念薇，你真去把林伯母的墳挖了？沒想到你是這種人。我滿心疑惑地打去電話讓助理調查，卻調查出一件極為震撼的事：林夢婷的母親沒死。難怪林夢婷能如此喪心病狂，挖了自己母親的墳來陷害我。原來死是一場騙局。
我給陸景明發了短信，林夢婷母親沒死，真相就在我發你的郵件裡。至於他看不看，就與我無關了。機票定在3天後，沈清洲親自訂的。陸景明回來後，就看到我在收拾東西，一半的衣服扔了，少部分寄往南城。怎麼開始收衣服了？陸景明表情猶疑，我敷衍着回他：搬家。他沉默一瞬，沒聽出不對勁，自顧自地說：秦家公司在南城，我們婚後就要過去定居，是該早點收拾。說完，他又目光狠厲直視我：夢婷母親的事，你盡快道歉，不要讓我難做人，就婚禮當天吧，你覺得呢？他說完就扔下手機去找身份證。今天是他和林夢婷領證的日子，直到晚上他都沒有回來。我打開手機，林夢婷的短信就彈了出來，圖片裡陸景明和她穿着情侶裝，同床共枕。我閉了閉眼，心還是忍不住一陣刺痛。我強壓下那股情緒，滅了手機。深夜，我枕邊的手機每隔1小時就開始震動，每震動一次，就是林夢婷給我發她和陸景明的視頻的挑釁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沈清洲給我發來消息：秦小姐，花開了，可緩緩歸矣。配圖是2個紅本本，還有一盆絢麗的紅牡丹。我沒想到當年隨手送她的一株花，她居然還養着。莫名的，心裡升騰起一股異樣的情緒。我回了一個字：好。我放下手機，去收拾電腦工作文件。不知陸景明何時回來了，他收拾着日常的行裝。我搬去和夢婷住幾天，他一個人籌備婚禮忙不過來。你記得後天婚禮準時出席，別遲到。說完後，他又解釋了一大通，無非是他只是去正常幫忙，讓我別又去鬧事。我不會去。我垂着眼說道：經歷過昨晚，我對他的最後一點情誼已經徹底消散。陸景明看着我平靜的樣子，一股無名的恐慌席捲全身。他突然有些遲疑，可想起林夢婷磨人的撒嬌，他攥着手機的手又鬆了鬆。秦念薇那麼愛他，能出什麼變故？想到這，他鬆了一口氣，不再和我糾纏，消失在我的視野裡。我看着他離去的背影，撥打了一個電話。當天晚上，一架直升機停在了廣場上，一個男人走上前：秦總，您訂的直升飛機到了，半小時後會將您安全送達南城。我點點頭，而後將一個文件袋遞給對方：明天把這個文件袋送到婚禮現場，是我給新郎新娘的新婚賀禮。第2天，我卡着點給陸景明發了條信息：新婚快樂。而婚禮現場，陸景明對着門口張望，問劉秘書：秦念薇怎麼還沒來？說好今天當眾給林伯母道歉的。劉秘書畫着新聞，眉頭緊蹙，他應該是來不了了，他這會正忙着婚禮呢。聽聞這話，陸景明站在宴廳中央，整個人呆住了。婚禮現場是林夢婷最愛的香檳玫瑰，將整個宴會廳點綴得如夢如幻。舞台下，賓客們舉酒交談，一切都那麼美好。然而陸景明緊緊攥着手機，死死盯着上面秦氏女總裁新婚真愛系列正式上市的新聞，手心直冒冷汗。他忙不迭地撥出牢記於心的電話，卻顯示無人接聽。怎麼會這樣？林夢婷直奔他走來，握住他的手：景明，怎麼了？手這麼涼。陸景明反握住他：秦念薇，他和別人結婚了。林夢婷接過手機看了一眼，皺了皺眉，隨即笑道：怎麼可能？念薇姐那麼愛你，這肯定是一種商業手段。他們這些商人啊，為了錢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，連假結婚這種事都能幹。假結婚？陸景明慌亂的神情稍顯平息。好了，景明，
婚禮該開始了，我們先上去吧。司儀站在台上主持婚禮，陸景明臉上重新擠出笑容，和林夢婷交換戒指，彼此親吻對方。就在一切看似圓滿之時，宴廳大門轟的一聲被猛然推開，一群黑衣人整齊地走了進來。陸景明下意識以為是秦念薇來鬧事，剛揚起笑容要發難，卻突然僵住，只因進來的並非秦念薇，而是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。他頓時慌了神，問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們都是普通民眾，沒犯什麼事吧？”為首的警察根本不理會他，直接揭開一份文件。秦念薇小姐控告林夢婷非法侵占他人財物，證據確鑿，請跟我們走一趟。陸景明徹底慌了。警察同志，什麼非法侵占？那是秦念薇給我的嫁妝，我合法渠道給夢婷的。警察皺眉，你所說的合法渠道在我們這並不合理。當事人秦念薇小姐也不認可。陸景明極力反駁，那是秦念薇的手段，她這麼做是為了破壞我和夢婷的婚禮。警察冷冷地瞪着他，先生，請別妨礙公務。帶走。林夢婷被帶走，婚禮瞬間亂成一團。林家親戚大聲議論着，原來林夢婷的嫁妝竟是拿別人的，真不知羞恥。陸景明的父母更是臉色黑如鍋底，指着陸景明的腦袋訓斥：“你呀你，都幹了些什麼蠢事？放着好好的香饽饽不要，娶個窮光蛋，現在好了，啥都沒了。”陸景明冷靜下來：“媽，這是秦念薇逼我就範的手段，我現在就去找秦念薇救夢婷。”他剛要邁步，一個男人擋住了他的去路：“陸先生，這是秦總送您的新婚賀禮。”一部手機連接上了大屏幕，手機打開，不堪入目的骯髒圖片和詞彙就這樣闖入眾人的眼睛裡。滿屏都是陸景明和林夢婷1年來的聊天記錄，還有最後那讓人看了都臉紅心跳的視頻。陸景明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如紙，他怎麼會有這些？他竟然都知道了。當看到發件人信息時，他的表情徹底僵住。林夢婷，自1年前林夢婷回來後，就一直不停地給秦念薇發聊天截圖，句句暗示讓秦念薇主動退出。難怪自1年前起，秦念薇再沒親吻過他，對他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轉變。到最後，聽着那不堪入耳的聲音，陸景明陡然砸向大屏幕：“都不許看，不許看，這是假的！”他慌亂地想要關掉顯示屏，卻手指顫抖得怎麼也關不掉，甚至把聲音開得更大。婚禮最終淪為一場鬧劇收場。助理發消息跟我說這件事時，我剛和沈清洲舉行完婚禮，抵達家中，看到消息，我不由一笑，知道了，做得很好。然後果斷關掉手機，徹底將陸景明從我的生活中抹去。我和沈清洲回到家中，婚房就在南山的一處別墅裡，從死對頭轉變成夫妻。我和沈清洲都很別扭，我剛想問他要不要你一份協議，好方便兩人相處，又互不干擾。誰知沈清洲突然摟住我親了一口，哼，秦念薇，別以為我想和你結婚，不過是無奈之舉。稍作停頓，他語氣變軟了些，但你也別想糊弄了事，我可沒想過二婚，你也別有這種念頭。我愣在那兒，都沒注意到沈清洲那張紅得發燙的臉。我剛要開口，沈清洲的手機響了，他接起來，隨後看向我，按下了擴音。沈清洲，是你嗎？我有事找你，方不方便？沒等沈清洲說話，我直接回道：不方便，我想去掛電話。沈清洲躲開了我，緊接着電話裡傳來陸景明近乎抓狂的聲音：秦念薇，這個點你
為什麼會在別的男人家裡？還是沈清舟？我冷笑一聲，你這話問得可笑。今天是我新婚，我不在我老公這兒能在哪兒？陸景明不可置信，你和他不是為了項目假結婚嗎？我淡笑一聲，這年頭誰玩假結婚這套？你是小孩子嗎？秦念薇，你最好馬上離婚。他歇斯底里威脅我。沈清舟拿過手機冷聲，陸先生，麻煩你別來騷擾有婦之夫。念薇現在是我老婆，和你半毛錢關係都沒有，勸你早點清醒清醒。陸景明像瘋了一樣大喊，沈清舟，你以前就覬覦念薇，現在趁我和他有誤會就不知廉恥地貼上來。你以為他為什麼和你結婚？還不是為了珠寶項目？他愛的只有我。我一把拿過手機掛了電話，別跟他說了，他就是個瘋子。沈清舟和我臉上都有不易察覺的紅暈。沈清舟假裝嚴肅地咳嗽一聲，為前男友傷神成這樣，真沒骨氣。他雙手抱胸，眼神裡卻透着一絲關切。我回對他，也不知道誰為了我傷心的死去活來。他猛地上來捂住了我的嘴，打鬧之間，我倆仿佛又回到了曾經的模樣。3天後是回門宴，也是秦氏的周年慶，兩家商量一番就決定一起辦，可誰知卻出了亂子。陸景明居然邀請了記者到發布會，控訴沈清舟小三上位。一時間，記者紛紛把話筒對準沈清舟，場面一度混亂。我趕在沈清舟站起來之前直面那群記者。秦家和沈家聯姻，清清白白，一個想娶，一個想嫁，證件齊全，哪來的小三之說？希望各位謹言慎行，否則秦氏法務部絕不輕饒。記者們這才稍微安靜了些。沈清舟盯着我，露出一抹寵溺的笑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只覺耳根子燙得慌。可陸景明早有準備，在大屏幕上播放起我和他的戀愛經歷，其中還有他偷拍的沈清舟。那是我去年滑雪受傷，在醫院差點醒不過來，原來清舟偷偷去看我了。還有前年我珠寶設計獲獎，沈清舟站在台下為我加油。3年前我生日，沈清舟偷偷給我放滿城煙花。2年前、1年前，全都被陸景明暗中拍下來了。難怪他一直堅信沈清舟喜歡我。我看向沈清舟，他一向冷冰冰的臉上泛起紅暈，這反差竟顯得有些可愛。陸景明還在一句句控訴着沈清舟的惡行，言辭真切。我打斷他，在這，我只想說明一點，陸先生已經結婚了，而且比我和清舟先領證。我示意助理在大屏幕上放出證據，眾人一片嘩然，紛紛暗道貴圈真亂。畢竟陸景明一直被大眾認為是秦家女婿，結婚當天新郎突然換人，大家都下意識覺得是秦家瞧不上陸景明的出身，臨時換了結婚對象。可如今陸景明和別人的結婚證一曝光，這出戲可就太精彩了。陸景明臉色陰沉，拼命爭辯：“大家別聽他胡說，我和孟婷領證是迫不得已，為了完成他母親的遺言。秦念薇，這些你明明都清楚的。我都說了，事情完成之後，我就會立刻和孟婷離婚，和你結婚。你為什麼還要這樣污衊我？”陸景明本以為他質問完這些，記者會立刻轉變態度，稱讚他和林孟婷一片孝心。可實際情況卻是，秦總太可憐了，咋碰上這種男人？啥三觀啊？這純粹惡心人的是吧？照他這麼說，那我現在立馬去死，讓我兒子把愛國公主娶回來，走向人生巔峰。你們，陸景明難以置信。啪！我媽一巴掌扇在他臉上。念薇對你付出那麼多，
我之前還奇怪他怎麼突然換新郎，還擔心他對不起你，原來是你。他捂着胸口，一臉痛心。沈清舟扶住我媽，我也立刻上前。我看着成為众矢之的的陸景明，不由一笑。看來這個世界還是正常人多。也就陸景明覺得他那一套感天動地，其實不過是他想滿足自己的私欲罷了。陸景明仍不死心，指着沈清舟：“那又怎樣？沈清舟勾引我老婆是事實。”我糾正他：“請你好好說話，你老婆是林夢婷，別玷污我老公的名聲。”沈清舟開口道：“默默喜歡一個人沒有錯，陸先生。”我問心無愧：“是啊。”記者們紛紛附和：“暗戀一個人又沒錯，是陸景明自己作繭自縛，把愛的人推遠了。”見所有人輿論都倒向一邊，陸景明歇斯底里了。他拉住我：“念威，你知道的，我愛你。我和夢婷只是一時糊塗，如果不是因為她母親，我絕對不可能娶她的。”我抽回手，平靜地看着他，一言不發。他哭着喊着：“那是一片孝心啊！難道你忍心看着一個單親媽媽死不瞑目嗎？你們這些有錢人怎麼這麼冷血，根本不懂我們普通人的痛苦。”他嘶喊之際，一個人影撥開人群，朝我衝了過來，刀光一閃，沈清舟猛地推開了我，撲哧一聲，刀子刺入沈清舟的後背，血浸濕了他的衣衫。我大聲呼喊着叫醫生。那個行兇的婦人已被保安制服，他嘴裡大喊着：“你還我女兒，還我女兒！”婦人竟然是林夢婷死去的母親。陸景明驚呆了：“媽，您不是死了嗎？”林母想要去拉陸景明，陸景明回過神來，狠狠一把推開他：“所以你一直在騙我。”他猩紅着眼睛質問林母。林母掙扎着，對陸景明露出慈愛的笑容：“景明，媽是為了你和小婷啊，你們明明相愛，是那個人搶走了你，我只是幫你們撥亂反正，幫你找到真正的幸福。”陸景明一巴掌扇在他臉上：“我的幸福只有秦念威，死老太婆，你女兒算什麼東西？都是你拆散了我和念威，你去死！”他說着就要去掐林母，幸虧警察及時趕到，制止了這場混亂。林母因涉嫌假死被拘留，陸景明也被帶進了公安局。醫院裡，我看着面色蒼白的沈清舟，滿心愧疚。回想起曾經我在他面前炫耀幸福，對他冰塊臉，一輩子沒人喜歡，他當初心裡該怎麼想？清舟，對不起，我將那株他精心養護的紅牡丹搬到了病房。對着那株紅牡丹，我鄭重發誓，餘生秦念威的丈夫只有沈清舟一人。一天清晨，我剛睜開眼，就見沈清舟盯着我：“秦小姐，我都聽見了，餘生請多指教。”我笑了：“請多指教。”在眾人的悉心照料下，沈清舟很快出院了。我媽特意為我們訂了海島旅遊，聲稱要補上我們的蜜月。我沒想到會在海島見到陸景明，他在沙灘上攔住了我，一臉誠懇地向我認錯道歉。我以為他真心悔過了，誰知他突然拉住我：“念威，我是愛你的，和沈清舟離婚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”我大為震驚他的厚臉皮，掀起眼皮上下將他掃了一眼，鄭重說道：“我已經結婚了，請陸先生自重。”這時，一直躲在樹後的林夢婷衝了上來，給了我一巴掌：“混蛋，我都懷孕了，你還要勾引我老公？”他拽着我的手：“大家都快來看吶，這種勾引人老公的小三，簡直不配為人。”林夢婷臉上透着魚死網破的狠勁，在我旁邊賣冰淇淋的大姐唏噓道：“小姑娘，人老婆都懷孕了，你還去招惹她老公，太不像話了。”其他人也紛紛勸我，指責我：“
我看向陸景明，你所謂的愛我，就是縱容林夢婷當眾污衊我是小三嗎？陸景明眼神閃躲，低着頭不回答。我冷笑一聲，正要出口反擊，沈清洲一把摟過我，推開林夢婷。他指着陸景明譏諷道：大家評評理，這個男人本來是我老婆的未婚夫，結果卻拿着我老婆的嫁妝和初戀舉辦婚禮還領證，這是人幹的事嗎？現在沒錢了，又想來賴我老婆，我老婆看不上他，他還想訛人，被人這麼赤裸裸地拆穿。陸景明傻眼了，臉色頓白，周圍人一下子明白過來什麼。有人還認出他是當初大鬧我們發布會的男人，他就是那個渣男啊！為了初戀拋棄秦氏的大小姐，還打算離婚再娶大小姐呢，也不照鏡子看看自己配不配，什麼都想要，軟飯男一個呀！路人沒想到反轉來得如此之快，當即明白自己被當槍使了，紛紛罵了一句，晦氣就散開了。我狠狠鬆了一口氣，把頭埋在沈清洲頸間。老公，幸虧有你。沈清洲緊緊抱住我，傲嬌地哼了一聲。我好不容易等你成了我老婆，外面有男人覬覦着，我自然時刻提防。我大嘆，有福如此，欺負何求？見到這一幕，陸景明更是氣得牙癢，衝着林夢婷狠狠推了一把。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錯。林夢婷眼尾發紅，景明，放棄他吧，他已經不愛你了。我們都結婚了，我們以後好好過日子好不好？陸景明狠狠推開他，和你過日子，做夢！你和你媽就是兩個騙子，又窮又沒出息。你這種人，連念威的一根頭髮絲都比不上，我憑什麼要和你過日子？林夢婷愣住了，不是這樣的，你不是說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嗎？陸景明紅着眼睛吼他，你還真夠自戀啊，床上說的話你也信？林夢婷滿臉受傷，就算這樣，可你願意籌錢保釋我出來，說明你還是愛我的，不然你怎麼不眼睜睜看着我牢底坐穿？陸景明冷笑一聲，那是因為我想讓你去追求沈清洲，幫我拆散他倆。我對你只是玩玩而已，從來就沒愛過你。你還得感謝自己長得和念威有幾分相像，不然我都不會看你一眼。林夢婷徹底瘋了，蹲在原地瘋狂嘶吼起來。陸景明目光移向我，聽完他這番話，我對他只有深深的反感和厭惡。我牽着沈清洲離開了沙灘。蜜月結束後，我們重新回了南城，我正式接管了公司，沈清洲也成了沈氏集團的掌權人。我們忙裡偷閒，日子過得還算有滋有味。這天，我正在公司辦公，助理突然說樓下有個男人要見我，我回絕不見。助理卻說來人是陸景明，還說他來找我兌現諾言的。我來到會客室，陸景明坐在沙發上，遞給我一個同心鎖。我一眼就認出，那是我們3年前在許願橋上掛的。迎着黃昏的彩霞，他露出笑容。念威，當初我們約定過，同心鎖要在將來實現對方一個願望。現在我想到願望了。我冷笑一聲，你真要兌現？他鄭重點頭，是。我要你給我一個機會，哪怕你不肯和沈清洲離婚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，一生一世。我輕輕把玩着這個同心鎖，笑容漸深。那你應該去找林夢婷，畢竟同心鎖上刻的是她的名字。陸景明一愣，難以置信地將同心鎖抽回查看。或許他都忘了，他當年刻的不是我的名字，我沒告訴他。在他和林夢婷決定結婚那天，我把我們曾經走過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，也因此發現了這個同心鎖。那時的我只覺得可悲又可笑，也更加堅定了換新郎的想法。陸景明，
或許你自己都不清楚，你心底愛的到底是誰吧？當年我們感情最深的時候，你都能毅然決然地刻上前女友的名字。或許在你心中，只有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所以擁有我使你惦記林夢婷，現在失去我後又拼命挽回。陸景明，其實你只愛你自己。說罷，我轉身離開，身後是陸景明抑制不住的哭聲，那般聲嘶力竭。可我心裡想的只是今晚回家，青州會給我做什麼？紅燒魚吧，我前2天說想吃了，按他那個傲嬌性子，估計偷偷就會做了。然而紅燒魚最終沒吃上，因為我吐了。到醫院做完檢查，我懷孕了。沈清舟激動地抱着我，像個小孩子一樣，笑得合不攏嘴。寶寶一切健康。我和沈清舟牽手準備回去，卻在走廊遇到了老熟人。走廊裡，林夢婷跪在地上求陸景明，求他別打掉他的孩子。可陸景明還是一臉冷漠地簽了流產協議。他冷冷看着林夢婷，不受歡迎的東西就該早點打掉。我不想讓這骯髒的血脈留在這個世界。林夢婷，你把我們的事告訴念威，就該想到這個後果。我明明警告過你的，我什麼都可以給你，除了妻子的位置，這就是你的報應。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。我忽然輕咳一聲，陸景明猛地轉頭看向我們，愣了一下。待他看到我們手裡的孕檢單，嘴唇扯了扯，吐出幾個字：恭喜啊！他眼裡毫無情緒，無悲也無喜，只是眼睛慢慢地紅了起來。林夢婷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。沒多久，林夢婷的母親也趕來了，最後甚至一頭撞在牆上，可還是沒阻止陸景明讓林夢婷流掉孩子。我不知道陸景明最後釋然了沒，但從他如此痛恨林家母女來看，我想是沒有。至於我已經放下了。無論從前種種，我現在只想過好當下的日子，珍惜眼前人。我現在只想和青州好好過每一天，盼着我們的小公主或小王子降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